第36章聪明人的对话。向愚者先生请求了帮助，还能这样？隐者加德利亚听得一阵愕然，他并不怀疑愚者先生的位格和能力，在接受过惩罚，发现他的卷者格尔曼斯帕罗越来越厉害后，他对这方面的事情就再没有一点疑问，甚至当初愚者先生借助古代物品将他拉入这里，让他规避掉追逐的知识时，他就已经明白对方至少是隐秘贤者，原始月亮这个层次的存在，只不过因为种种缘由，无法直接干涉现实世界一次复苏过程中的古神。月亮的话语让他诧异的是，愚者先生竟然会对塔罗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实质的帮助，而非知识的教导或顺手的拉入。这一方面说明我也能在危急时刻直接向愚者先生请求帮助，这比任何仪式都更为夸张。另一方面隐约透露出愚者先生复苏的进程比我想象的快。隐者加德利亚瞬间闪过了诸多念头，正义奥黛丽、太阳戴里克等人对此倒是没什么意外，他们都或多或少祈求过愚者先生的帮助，见识过这位伟大存在手下的天使。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自己，月亮埃姆林缩了缩脑袋，扬起下巴道：我有付出报酬，这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一位伟大存在的即刻响应，有效回馈根本就是无价的。隐者加德利亚忍不住在心里反驳了一句，他没有直接说出口的原因是，他也希望将来能有这样等价交换的机会，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会比别人多一条生命。魔术师福尔斯则对月亮先生刻意强调等价交换表示不理解，这里向愚者先生祈求过帮助的都提供了相应的报酬，月亮先生真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不，血族啊。正义奥黛丽认真品评着月亮埃姆林短时间内的情绪变化，交流继续往下进行，这次的塔罗聚会一点点步入了尾声。回到白银城，太阳戴里克先是认真记忆了一遍倒吊人先生讲的公证人优缺点，然后才再次前往城北双子塔，准备挑选神奇物品。他之前没做这件事情，是刚晋升后状态不太稳定，担心接触神奇物品会造成失控。圆塔之内，走完流程的戴里克伯格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看见了筛选出来的一件件物品，获得了对应的资料文件。经过仔细的阅读和观察，他很快将范围缩小为2选1。一件是卡尔迪的戒指，外表古朴，通体呈铁黑色，铭刻着晦暗繁复的花纹，属于白银城很久前一位居民的遗留，它能帮助佩戴者震慑目标，让对方出现一定的停滞，也能使正常人类短暂失去理智，或唤醒疯狂怪物潜藏的温情记忆，让他们于很短的时间内陷入自我迷茫的状态，不再发动攻击。另一件是雷神的怒吼，得自某个变成废墟的城邦，本身相当沉重，外形如同巨锤，表面幽蓝深邃，缠绕着银白的电光，握柄疑似生灵的腿骨，它能在战斗里发出让敌人惊恐混乱的声音，就像雷神降临到地面正不间断的怒吼。它每一击都带有强烈的毁灭性，可怕的闪电永不缺席。卡尔迪的戒指负面影响是，佩戴者会不知不觉产生另一个自我，所以必须定期接受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如果中间有错过1到2次，那问题将变得极为严重，很难再治愈，而2个自我的争斗最终必然导致失控。相对来说，雷神的怒吼没这么大的隐患，它只是会让使用者一点点累积暴躁的情绪，这个只要定期发泄就不存在问题。不过它还有一个负面效果，那就是持有它的人在无光的环境下被黑暗深处恐怖怪物袭击的概率是100%，被袭击的概率是100%。看到这个数据，戴里克一下黯然，因为这意味着已经有多位白银城居民基于这个缘由消失不见，他们都是雷神的怒吼的前主人。选哪一件呢？产生另一个自我是很可怕的事情，正义小姐好像提过，这叫人格分裂。雷神的怒吼不仅有影响敌人状态的能力，还有相当强的攻击力。我的飓风之斧因为使用太过频繁，应该会比预计的更早毁坏，我自己能够发光，不用太担心绝对的黑暗。戴里克思考了一阵，将手指向那幽蓝色的巨锤。我要雷神的怒吼。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刚走出主卧室，就看见管家瓦尔特等在外面，手里拿着几张请帖。先生，这周一共有3个邀请，周3的下午茶，周5的文学沙龙，周6的晚宴，他们分别来自……克莱恩表情温和的听完，微笑说道：告诉这几位友善的邀请者，我会参加的。好的，先生。瓦尔特行了一礼，离开了3楼。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阶梯口，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暗叹了一声。这样的邀请再有1周，就该我请周围的邻居参加舞会或晚宴了。这么来回请上几次，我才能真正的进入他们的圈子，被他们引荐给更高层次的大人物，进入不同的俱乐部。呵呵，这样的引荐肯定是建立在足够丰厚的财力基础上的。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不会得到引荐的。上流社会的交往真麻烦，至少还得有1个月，我才能接触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边缘人物们。还是教会那边好，只要有足够的捐献，足够的虔诚，就能自由进入，听主教布道。当然，前提是能通过审查。如果顺利，说不定1个月内，我就能掌握内部看守者们的轮班规律，找到机会进入查尼斯门后。克莱恩收回思绪，吩咐旁边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将外套、帽子和手杖拿过来。根据安排，他要去王国大剧院看最近最流行的戏剧《背叛者指环》。这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只有了解流行戏剧、出名音乐、潮流小说，他在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里才能和别人有话题聊。一位广受欢迎的绅士私底下肯定是很累的，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种社交性的聚会真让人心累。克莱恩腹诽的同时，任由理查德森将外套给自己穿上，然后乘坐高档4轮马车，前往位于西区的王国大剧院，坐到豪华包厢内，欣赏《背叛者指环》这出戏剧。和电影、电视剧不同，戏剧表演更加浮夸，更加用力。这是表演环境决定啊。故事还不错，可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眼熟？不会告诉我，原著作者是罗塞尔大帝吧？这几位应该就是有名的戏剧演员了，报纸上有提过他们，据说很受追捧，有点地球网络时代明星的感觉了。只要多参加上流圈子的聚会，肯定有机会碰到他们。克莱恩一边看着戏剧表演，一边习惯性的在内心吐槽。乔伍德区一家大型剧院售票处，终于排到的梅丽莎拿出钞票和铜币，将他们推进窗口道：背叛者指环，周日下午3点那场，2张票。看完背叛者指环，克莱恩坐上自己的马车，喝了口红茶，接过了理查德森购买的各种晚报。他先翻到了戏剧评论板块，找了些专业人士的点评，将他们与自己的观看感受一一进行对比，逐渐总结出了富有个人特色又很有深度的体验。至少能唬弄那些先生夫人了。克莱恩做完功课，才悠闲地翻看起报纸，意外发现了一则消息：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10%的股份已经售出，各位朋友请勿再打扰。已经敲定了。艾辛格先生刊登这条消息，就意味着他已经收到了钱。克莱恩先是一喜，旋即微微皱起了眉头。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最后那个感叹号上。消息的内容确实是他与艾辛格斯坦顿提前约定的那些，但他总觉得最后那个感叹号有点刺眼。这句话包含的情绪明显是不需要感叹号的。艾辛格先生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不可能让报社自由发挥。他刻意用了这个感叹号，是在传递什么信息？他在做警示。沉吟之中，克莱恩突然有了点明悟。艾辛格斯坦顿出售的那贝克兰德脚踏车公司10%股份明显来自夏洛克·莫里亚蒂，而以前者的道德品格而言，不可能无故售卖。这就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夏洛克·莫里亚蒂或者他的代理人已经回到了贝克兰德。所以，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里牵涉的王室某个派系，敏锐察觉到了情况，开始监控艾辛格斯坦顿侦探，务求将前去领取现金的目标直接抓获。我该怎么去拿钱呢？克莱恩状似自然地看着报纸，认真地思考起这个严肃的问题。第37章献祭自己。晚上10点，贝克兰德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淡薄的水雾让煤气路灯的光芒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美感。艾辛格斯坦顿的助手博文巡视了底层一圈，走到凸度窗边，准备关上最后一扇窗户。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窜了进来，稳稳落在突出的那块墙体上。这竟是一只蓝色的短毛流浪猫。博文见对方大而圆的黄色眼睛望向了自己，忍不住低笑了一声。这里没有食物，因为侦探工作容易引来报复，且本身有不少的秘密需要隐藏，所以艾辛格斯坦顿家里的厨师和佣人都是钟点工，每天只来固定的几个小时，不会一次准备太多的食物，这让他们在晚餐之后很难有留存。那只蓝色短毛猫张开了嘴巴，却没有发出喵呜的叫声，而是像人一样说话道：我是夏洛克·莫里亚蒂，我要见艾辛格斯坦顿先生。
博文虽然是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培养出来的非凡者，但本身序列不是太高，见识也不是太多，这还是第一次遇上会说话的猫，短暂之间难免震惊和失神。过了好几秒，他才恢复了清醒，回味起蓝色短毛猫刚才的话语。他说他是夏洛克·莫里亚蒂，这位大侦探真的不简单啊，他竟然能变成一只猫，不，控制一只猫，这种能力真是又诡异又惊悚啊。博文迅速平静下来，没直接回答那只蓝色短毛猫，伸手关上了玻璃窗。做完这一切，他才压低嗓音道：跟我来。那只蓝色短毛猫当即跃下凸肚窗后面的平台，尾巴翘起，步伐敏捷的走在博文侧后方，跟着他一路来到2楼。看着他敲响艾辛格斯坦顿卧室的房门，有什么事情吗？穿着一身浅条纹睡衣的艾辛格开门问道。他正在享受睡前的烟草。博文谨慎的指了指蹲在身旁的蓝色短毛猫道：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找您。两鬓斑白脸庞清瘦的艾辛格眉毛微抬，低头看了一眼，后退2步，任由那只蓝色短毛猫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他的卧室。你回房间睡觉，明天按时起床，我们还有个案子等待追查。艾辛格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吩咐博文。等到助手离开，他关上房门，转头望向那只蹲在安乐椅旁的蓝色短毛猫，轻笑了一声：我没想到你还有这种非凡能力，正担忧你会直接过来，我注意到了那个感叹号。蓝色短毛猫露出笑脸道：不得不说，一只猫脸上出现这种表情相当违和，会让目睹者有种脊椎发冷、汗毛耸立的感觉。艾辛格对此却没有异常反应，吸了口烟斗，坐到安乐椅上，享受的缓缓吐出气体，含笑说道：我相信你的智慧，感谢你的称赞。蓝色短毛猫礼貌的伸出爪子，行了一礼。艾辛格注视着他，边摩挲烟斗边微笑说道：你应该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那群人不敢非常严格的监控，害怕被我发现，告诉黑夜教会和蒸汽教会。呵呵，他们一旦暴露，同样会有不小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之中肯定有半神，这既是推理，也是一些反馈告诉我的结论。毕竟我在这条街道已经住了很多年，所以人类和动物进入我的房屋不会被阻止，这一点你已经想到了，可离开时必然会被尾随跟踪，你有什么办法摆脱他们？那一笔钱的数量并不少，拿着他们出去会非常显眼。让我想一想，你是打算和我沟通，让我将钱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然后你再找不少人，于贝克兰德之外的不同地方分批且同时的提取。说至这里，艾辛格自嘲一笑道：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但操作会非常麻烦。蓝色短毛猫没做正面回答，低沉笑道：我只需要你借一个无人的房间和3根蜡烛给我，没问题。艾辛格斯坦顿未做追问，转而说道：买家是霍尔伯爵的女儿奥黛丽。雇佣律师和会计团队，刊登广告总计花费了600镑，另外交纳了 0.5% 的印花税和 20% 的第一类所得税，还剩下8940镑第一类税指商业、金融和专门行业收入所得税，还要交税啊，一下就没了2000多镑。蓝色短毛猫的表情瞬间有点呆滞。克莱恩以前是职业者，薪税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后来是私家侦探，收入难以被监管，所以从不主动报税。再后来他成为了冒险家，因为针对海盗的赏金有优惠，无需缴税，也没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哪怕上次艾辛格斯坦顿有提及税款的问题，他也未放在心上，不觉得会有多少，结果现实狠狠的给了他一棒。至于上次股权交易为什么没有纳税，是因为鲁恩政府鼓励对发明创造做初期投资，有相应的减免。短暂的安静后，蓝色短毛猫的胡须动了2下道：好的，你把现金给我，搬到那个无人的房间。那些现金没有问题吧？我已经检查过了，他们不会在这方面做小动作，这是对我智商的侮辱。艾辛格拿着烟斗起身道：之后记得给我补一份签字的确认交易书，邮寄过来，他已经在路上了。蓝色短毛猫早有准备的回应道。艾辛格随即走向主卧室内的那个保险柜，用密码加钥匙把它打开，然后抽出一叠叠现金，将它们塞入了不同的公文袋内。接着他拿着这些公文袋离开主卧，进入了斜对面的客卧。你点数一下。艾辛格边放下装满现金的公文袋们，边对跟着过来的蓝色短毛猫说道：我相信你。蓝色短毛猫看了几眼后道。艾辛格点了点头，指了下柜子道：里面有蜡烛。说完，
他退到门口，拉住把手，含笑说道：“真是好奇你会怎么离开。我想这一定会是精彩的魔术。”咔嚓一声，艾辛格斯坦顿合拢了房门，让客卧重新变得安静和冷清。蓝色短毛猫旁边迅速浮现出了一道穿暗红外套、戴陈旧三角帽的身影，正是克莱恩的密友怨魂塞尼奥尔。他翻出蜡烛，快速布置了一个简陋的祭坛，省略掉所有前置环节，直接用精灵语低沉念叨：大海与临界的眷者，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海底生物的支配者，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伟大的卡维图瓦，您忠实的仆人，祈求您的注视，祈求您收下他的奉献，祈求您打开国度的大门。灵性之墙内的风声忽然变得激烈。塞尼奥尔迅速用指甲划破手背皮肤，甩出了一滴滴血液。作为序列5的怨魂，他身上每一样东西都等于富含灵性的材料。狂风吸走了血液，灌入了象征海神卡维图瓦的那朵烛火，让它膨胀开来，化成了一扇满是魔法标识和象征符号的虚幻大门。过了10来秒钟，那大门才发出沉重的吱呀的声音，缓缓的一点点的敞开。塞尼奥尔旋即将装有现金的公文袋一个个提起，丢入了虚幻的大门内。等到再没有剩余，他体内容纳的一枚金币飞了出来，落至祭台上。这怨魂的身影随之消失，投射到了金币光滑的部分。金币摇摇晃晃飞起，跟着前面的公文袋进入了虚幻的献祭之门。无声无息间，那神秘的大门合拢了，3朵烛火都恢复了正常。此时，那只蓝色短毛猫才仿佛找回了自我，茫然的左看右看，发出喵呜的声音。过了一阵，艾辛格开门进来，发现装着钞票的公文袋全部不见，只剩下3根蜡烛静静的燃烧，只剩下那蓝色的短毛猫警惕的弓起背部。他深深注视着这一幕的时候，街道另一头的岔口，一辆厢式出租马车不快不慢的驶了过去。同样的夜晚，乔伍德区一栋建筑内，修顶着稀疏的细雨回到了家里，边用毛巾擦头发，边对福尔斯道：“你的信已经寄出去了。”福尔斯嗯了一声，暗自猜测起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信。这时，修放下毛巾，随口说道：“X 先生的聚会有消息传递过来，还是之前那个地方，周五晚上很好，可以告诉世界先生了。也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少报酬。”福尔斯听得眼睛一亮，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细节，修已自顾自补充道：“X 先生还给了一个酬劳据说会很丰厚的任务，将自身知道的运气不正常的人告诉他。”运气不正常的人？福尔斯疑惑低语道：“这位先生的大脑有问题吧？谁会在这样的聚会里泄露自己周围的情况？这很容易被人发现真正的身份，谁知道呢？或许真是一个疯子。”修不认识运气不正常的人，所以不甚在意的回应道。福尔斯仔细想了一阵，依旧没弄明白这个任务的真正用意，只能将它抛到脑后，准备等修去洗澡的时候，向愚者先生祈祷，将相应的信息传递给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第38章，小孩就要有小孩的样子。X 先生在寻找运气不正常的人。会晤之上，克莱恩琢磨着魔术师小姐提供的情报，试图从中分析出有用的信息。想了一阵后，没有灵感的他决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那就是回忆自己身边运气不正常的人，看是否会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迷雾海最强猎人安德森·胡德算一个，艾伦·克瑞斯医生算一个。咦，他们都是受到了其中一条命运之蛇的影响。命运天使乌洛留斯是救赎蔷薇的创建者之一，这个隐秘组织是支持并信仰真实造物主的，极光会相当于真实造物主的教会。一连串的情况浮现于克莱恩的脑海，并飞快形成了一个结论，这是命运天使乌洛留斯在找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他正驱使极光会的成员帮他寻找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而这意味着 X 先生的背后，贝克兰德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天使之王存在。这种情况下，我去刺杀 X 先生等于送死，难怪那位 X 先生一点也不顾忌贝克兰德的特殊。官方势力顶多当他背后有位圣者，在官方档案里，极光会的高层只是5位圣者，这样一来就会应对错误。克莱恩有了判断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推掉魔术师小姐的委托，并警告对方不要去招惹 X 先生，如果不是报警会牵扯出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而黑夜女神教会的非凡事件卷宗里有明确记载艾伦·克瑞斯医生的运气，克莱恩都想让魔术师小姐把命运天使乌洛留斯和 X 先生一并举报给某个教会。
他冷静的又思考了几秒，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让他在灰雾里祈祷道：我确认情况，明天给予答复。他没直接拒绝，因为他打算先询问下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紧接着，他返回现实世界，从钱包的夹层里小心翼翼取出了那只已变得非常脆弱的千纸鹤，并动作轻柔的将它展开。克莱恩没急着书写内容，而是先回想了下有哪些问题需要请教，认真打了篇腹稿，然后才翻出根铅笔，用小刀削得很尖，活动了下肌肉。克莱恩落笔写道：极光会的成员在找运气不正常的人，不知道您是否清楚怎么用食之虫制作符咒？您的脐带血是否算神话生物的血液？如果算，而我想得到一滴，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克莱恩本来还想问威尔昂塞汀为什么能保持理智，毕竟教会资料显示没有公开崇拜命运之蛇的信仰，但他最终克制住了自己，害怕为出生胎儿状态的威尔昂塞斯会不太正经的回答一句：你什么时候产生了我有理智的错觉？那样一来，他就不知道该认为对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话了。虽然没有信仰命运之蛇的组织，但类似幸运之神的存在在某些地区还是有的，属于传统风俗，或许他们就是威尔昂塞汀或乌洛留斯的马甲。克莱恩无声嘀咕了两句，用尽小丑的能力，终于将那只千纸鹤重新折好，放到了枕头底下。做完这一切，他才有空去计算自己现在有多少现金，17046镑加5金币加3苏勒8便士的零钱。如果本身还有房屋、庄园、公司股份这些资产，如此多的流动资金在贝克兰德也算得上富翁了。当然，距离顶层富豪还很遥远，他们的标准是总资产100万金镑。克莱恩一边欣喜于自己有了不少钱，一边又想到还有欠款，还要大手笔投资，以展现人物预设形象。他旋即喝了口清水，躺到床上，盖着轻而暖的被子，一点点进入了梦境。浑浑噩噩、恍恍惚惚间，克莱恩突然清醒，看见了那片荒芜的黑色平原，一路进入平原中央的漆黑尖塔，穿过混乱异常的布局，他来到了高塔的深处。这里和往常一样，洒落着一圈塔罗牌，不过那圈塔罗牌中间的凸起地面上并没有银色的单词出现。威尔昂塞汀没做回答。那为什么要将我拉入这个梦境？克莱恩疑惑之中，忽然看见一辆黑色的婴儿车从阴影里滑了出来，里面躺着个看不清样子、裹着银色丝绸的婴儿。命运之蛇先生，克莱恩礼貌又谨慎地询问道。那婴儿随即发出清亮的声音：你为什么肯定是先生？这不是根据你的姓名判断的吗？不要在意这种细节啊。克莱恩腹诽了两句，因对方随意的态度放松了不少道。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婴儿泰威尔昂塞汀嗯了一声，为难的说道：我还没有决定。你知道的。哦，你不知道，每一次重新开始，我都尽量让自己有点不同，以便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小孩阶段就该有小孩的样子。克莱恩听得心中一动，这是怪物途径保持理智、对抗疯狂的办法。躺在黑色婴儿车内的威尔昂塞汀语气轻快地回答道：对，每一次重新开始都会洗掉疯狂，不过这依旧需要一定的信仰定位，否则我无法维持序列1的状态太久。呵呵，和之前相比，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了。除了信仰定位，还存在别的对抗疯狂的办法。不过重启明显是独属于怪物途径序列1命运之蛇的能力，别的非凡途径没法模仿。阿兹克先生不断失去记忆又不断找回的状态，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把握时间的问道。我怀疑乌洛留斯在通过极光会的成员找您。威尔昂塞汀嗤笑了一声。我和他已经玩了很久的捉迷藏，他并不擅长这种事情，看得出来，他没有童年，每一次重启都是在真实造物主旁边成长，缺乏不同阶段的不同心理状态体验，这导致他有的时候很疯狂。当然，他并不在意，我有吩咐瑞乔德，让他在某些地方利用概率之头留下一定的印记，这会混淆乌洛留斯的判断。他很快就会又一次离开贝克兰德，也就是说，依旧有刺杀 X 先生的机会。到时候先在灰雾上占卜下凶险程度。克莱恩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您知道怎么利用食之虫制作符咒吗？婴儿车内的威尔昂塞汀未直接回答，反问了一句：你从帕列斯索罗亚斯德那里得到的食之虫，你怎么知道？克莱恩愣了2秒，反问了一句：
他诧异的不是对方说得出石之虫的来历，毕竟能用这种事物制作分身的偷盗者途径半神不会太多。他奇怪的是，水银之蛇为什么不猜毒神者阿蒙？这位同样也留下了石之虫。威尔昂塞听笑道，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的状态不是太对，寄生在你的前同事身上。啊对，你的前同事在调查夏洛克莫里亚蒂的事情，半夜进了我家，我察觉到他有点问题，给了他一个短暂的厄运，让他有机会遇上藏在贝克兰德的其他半神。而当他危险的时候，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出手了。哈哈，其实他不出手也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恶作剧。我会在关键时刻让你的前同事变得足够幸运。伦纳德在调查夏洛克莫里亚蒂，他体内的老爷爷叫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克莱恩微微皱起眉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威尔昂塞汀继续说道，石之虫符咒的制作对你来说不算太难，你可以像你身上的特殊气球，使用水银和纯银的混合物做载体，刻画对应的象征符号不算太难。像愚者气球也是，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明显也对偷盗者途径有吸引力。克莱恩听得一阵兴奋，隐约把握到了点什么。就在这时，威尔昂塞汀笑着补充道，至于对应的象征符号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大转弯，克莱恩的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一下。他见威尔昂塞汀不再说话，忙堆起笑容道，还有一个问题，您的脐带血。他话音未落，威尔昂塞汀突然张嘴，发出了声音，哇！他像真正的婴儿一样啼哭了起来。好好说话。克莱恩呆滞在了原地，如果不是已经确定，他真的很怀疑面前这位究竟是不是序列一的存在，是不是生命学派的议长。好了好了，我就想问一问是不是神话生物的血液。克莱恩半举起双手道。威尔昂塞汀一下停止了哭泣，笑着说道，当然是，不过我会提前替换掉，否则会让在场所有人都死去。他顿了顿又道，如果你能给出合适的事物，也不是不能给你一滴。好了，再见。威尔昂塞汀话音刚落，克莱恩就感觉高塔出现了摇晃，梦境迅速破碎。很快他醒了过来。第39章窃运者。什么是一条命运之蛇？感兴趣觉得合适的事物。克莱恩慢慢坐起，拿了个靠枕垫在身后。他思索了一阵，决定先不考虑这件事情，反正距离威尔昂塞汀出生至少还有1个多月，而他还能把这个问题丢给隐者加德利亚或者他背后的神秘女王贝尔纳代，让他们去烦恼。当然，克莱恩不排除威尔昂塞汀突发异想决定早产的可能。他慢慢将注意力转移到制作石之虫符咒上。按照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的说法，他本身具备几乎所有条件，只差一个对应的象征符号。向愚者祈求，借助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不知道偷盗者途径对应的象征符号行不行？就算行，我也不知道啊，除非能拉一个偷盗者进入灰雾之上，让相应的高背蚁后面显现花纹。克莱恩琢磨细节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如此，也许可以试一试愚者那张座椅背后的象征符号，半个代表隐秘的梧桐之眼和半个象征变化的扭曲之线组成的特殊象征符号，不知道有没有用。占卜是不能做排除法的，但我可以预测尝试会不会顺利，而且就算失败，应该也问题不大，反正祈求的是自己，哪怕材料在实验里损耗，也只是进入灰雾之上，不会丢失。想到这里，克莱恩忽然有些兴奋，忍不住翻身下床，准备今晚就做实验。石之虫这种材料属于阿蒙这个位格的偷盗者半神遗留，虽然已经死去，但本质还在，层次还在，用它制作的符咒，就算碍于种种问题达不到天使阶，也不会相差太远。属于圣者阶的顶峰力量，克莱恩若能成功，就等于多了张底牌，关键时刻说不定能让他多一条命，这让他如何不兴奋，如何不期待。我只能撬动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石之虫符咒的层次应该还会降一点，不过不管怎么样，也肯定要比艾米留斯上将给我的那张第9律强。如果用异语者的气息弄恶魔领域的高级符咒，应该就和第9律差不多了。可惜我不敢向宇宙暗面祈求。克莱恩穿着睡衣，赤着双脚，在柔软厚实的地毯上逆走4步，低念咒文，进入了灰雾之上。坐至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位置后，他具现出暗红圆腹钢笔和黄褐色羊皮纸，书写下对应的占卜语句。我即将开始的符咒制作会顺利解下袖口内的灵摆。克莱恩用左手持握，开始冥想。
重复了7遍占卜语句后，他睁开眼睛，望向前方，只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转动，速度较慢，幅度正常。这意味着会顺利，可问题在于，是顺利验证了那个象征符号有用，还是顺利验证了它没用？资深占卜家克莱恩尝试着解读启示，可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对此，他只能决定试验，因为不这样就无法排除错误。紧接着，克莱恩又写下了新的占卜语句：这周周五刺杀 X 先生的行动有危险。这一次，黄水晶吊坠依旧做顺时针转动，但速度更快，幅度更大。有不小的危险，但还没到有半神参与的程度，更别说天使之王了。如果真牵扯到这个层次的存在，他肯定能对我的占卜有一定的察觉并做出对抗。看来命运天使乌洛留斯很快就会被引出贝克兰德啊！这意味着危险本身更多集中在 X 先生和他的手下们，属于我能够应付的范畴。只要不犯错误，机会很大。克莱恩做出判断，放下纸笔，返回了现实世界。而作为一名经常制作符咒的神秘学专家，他各种常见材料都不缺乏，当即翻出蜡烛，于书桌上点燃，随即就着黄昏的光芒，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祭坛，并用刻刀在银质薄片正面描绘出代表愚者的那个复合符号。由于克莱恩自己也不知道愚者究竟对应什么灵数，有什么魔法标识，只好让正反面保持一致。根据他看过的那些符咒之书，这同样满足神秘学的规定，但相应的威能会有降低，失败概率会升高。因为你祈求的存在容易据此认为你不够虔诚，不够恭敬。当然，这对克莱恩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自己是不会嫌弃自己的。完成初步的会客后，克莱恩找出一个金属小瓶，用灵性配合器皿引导出里面的水银，填入银质薄片的花纹痕迹内。这一次，他暂时只完成了正面，然后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将那条有12个透明圆环的小虫带回了房间，将它安放于银质薄片上。做完这一切，克莱恩调整了下祭台，退后2步，用古赫密斯语开口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他按照流程完成了相应的步骤，接着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容纳黑皇帝牌，以本身的灵性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回应了祈求。那汹涌的力量涌入光圈的同时，克莱恩毫不犹豫返回了现实世界，看见祭台变得深沉幽暗，仿佛藏着数不清的秘密，而那银质薄片已浮了起来，与10只虫尸体呈半融合状态。克莱恩上前2步，将银质薄片翻转了过来，用水银填满了它背面的符号纹路，一根根线条随之亮起，绽放出灰蒙蒙的光彩。克莱恩迅速缩手，看着那光彩越来越浓郁，将银质薄片和10只虫尸体包裹在了里面。突然，祭台的深沉幽暗扭曲了起来，整片空间都仿佛出现了异常。这种变化一闪而逝，一张布满奇异花纹的符咒缓缓落到了书桌表面，它通体半透明，呈深黑色，就像用特殊水晶制成的小型卡牌，又仿佛某位存在的眼眸在注视着这个世界。成功了，果然可以。克莱恩心中一喜，忙上前拿起了那张符咒，只觉触手冰凉，好像摸到了雪花。不管符咒最终效果如何，成型就意味着成功。克莱恩再次得到了一张半神级的高级符咒，他又忙碌了一阵，将成品带入灰雾之上，用梦境占卜的技巧大致弄明白了作用。这张黑水晶卡般的符咒效果很单一，但又很强大，那就是窃取别人的命运，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嫁接命运，将目标之后一段时间的命运嫁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的情况是，当敌人快要杀死我时，我使用这张符咒，可以将他顺利活下去的命运窃取过来，把我即将死亡的命运嫁接给他。然后就会出现明明他成功了，死的却是他自己这种情况，符合偷盗者途径一贯的特点，但又更加邪异，更为可怕。这是从偷钱一路偷到了命运啊！如果10只虫是活的，我又能完全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那这张符咒说不定还会指向时间领域。克莱恩一边发散思绪，一边感觉后怕。如果没有灰雾阻隔和消毒，没有这片神秘空间少许力量的帮助，他根本奈何不了任何一条10只虫。呼，现在他是我的了，不能再叫10只虫，就叫他窃运者好了。克莱恩再次忙碌起来，将窃运者符咒带回了现实世界。处理好仪式的残余，他郑重地将那枚高级符咒放入铁质卷烟盒内。与阿兹克同少
塞尼奥尔金币摆在一起，并用灵性之墙进行了封锁和隔断。心情舒畅的克莱恩一时没有了睡意，唰的将窗帘拉开了道缝隙，让外界的绯红月光照了进来，照出一世安宁和静谧。欣赏风景之中，他忽然看见一道人影从马赫特议员家前出，沿着阴影往这边靠拢。这正是海柔尔·马赫特。他又一次抵达下水道入口，搬开井盖，爬了下去，并不忘复原。他怎么总是往下水道里跑？应该不是从这里去别的区域扮演神秘世界的超级英雄，毕竟每次不到1个小时，除非有特别强烈的情报支持，否则很难完成什么事情。而且这很容易被官方组织抓获。结合魔镜阿罗德斯展现的画面，他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这样一直往下水道深处探索，很容易遇到危险啊！克莱恩立在窗帘缝隙后，注视着宁静夜色下发现的种种事情。他没有尝试去警告海柔尔，或者直接用一次怨魂附身让对方明白超凡世界的危险。这一是因为他对海柔尔不太了解神秘领域，以至于优越感很强的判断偏主观，暂时无法确定；二是他不清楚对方为什么会有非凡能力和神奇物品，好意做一次提醒，报答对方上次的好人好事，很容易引来不必要的关注，甚至麻烦。享受了一阵夜晚的安宁后，克莱恩重新进入被窝，一觉睡到了天亮。在理查德森进来前，他变成格尔曼斯帕罗的样子，向愚者祈祷道：我可以接这个任务，但无论成功与否，我都要你那条手链、1枚石头以及那本魔法书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如果成功，所有的战利品归我，你只能拿走目标的脑袋。若有必要，你还得提供辅助第40章瓦尔特的异常。要手链上1枚石头和莱曼诺旅行笔记一段时间的使用权。他怎么知道我有这2件物品的？我记得我没有在塔罗会上提过啊。听到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回复后，福尔斯一阵诧异，颇感震惊，似乎所有的秘密都被人看穿了。他精神豁然紧绷，飞快回想自己哪里出了纰漏。除了老师、修和愚者先生，没谁知道我有这2件物品啊。尤其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我都没怎么用过。愚者先生世界先生在塔罗会上有些表现很奇怪，从未提交过罗塞尔大帝的日记，在这方面似乎一点也不用心，也不担心。他和愚者先生有深层次的关联，从他那里得到了相应的情报。信徒或是卷者，福尔斯仔细思索了一阵，隐约把握到了点什么，不再像刚才那么惶恐。直到此时，他才有精力去考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要求是否可以接受。对福尔斯来说，这样的开价简直太便宜了，比他预想的还要少，还要合理。作为一名经常不外出待在家里写稿休息的非凡者，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借出去一段时间，完全不影响自身的安危和使用。而那串可以帮助他穿梭灵界的手链，还有2枚石头，送1枚给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同样不会让他彻底失去底牌。唯一的问题在于，世界先生似乎只愿意尝试一次，如果失败，依然会索取这份报酬。以他需要承担的风险而言，这也正常。我原本还以为需要帮他做不少事情，并从老师那里用叛徒脑袋换取奖励来偿还欠债。福尔斯定神想了几秒，向愚者先生做起了祷告。请转告世界先生，我接受他的条件，会竭力配合他的行动。他本来想提醒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一句，说使用那枚石头会获得满月一语这个后遗症，可旋即醒悟过来，似乎只有学徒途径的非凡者才有这样的待遇。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有了那枚石头，我都能悄然离开贝克兰德，与倒吊人先生会合，探索那座原始岛屿了。到时候一边用石头，一边用那本魔法书记录，怎么回来也不用担心了，除非运气实在太差，记录失败。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打开房门，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进来帮自己整理穿着。先生，用过早餐之后，您预定的行程是去王国博物馆看王室珍藏展。理查德森一边帮雇主穿上外套，一边说着今天的安排。因为道恩唐泰斯的社交舞步进展极快，所以上午的礼仪课从每周5次降到了3次，让他有多余的时间做别的事情。而类似的展览必然会在上流圈子里成为讨论的热点，不亲自去看一看会显得不够体面。至于去圣塞摩尔教堂听主教布道的事情，克莱恩也有意识降低了频率。这不是因为每次都要捐个几十磅，而是担心过了开头的新鲜期后，去的太频繁会引人怀疑。自然与合理是他这次计划的核心要素。他打算周日之外
其余6天随机选2天去，依靠更长的时间来积累情报，摸清规律，不急不躁。我已经迫不及待。克莱恩看着镜中气质出众的自己，微笑对贴身男仆说了一句。想到圣塞摩尔教堂和黑夜交汇，他又自然的联想起了伦纳德·米切尔秘密调查夏洛克·莫里亚蒂的事情，不明白对方究竟在怀疑什么。是埃姆林·怀特上门购买火种手套的事情让伦纳德决定调查他周围的人，还是卡平案、拉尔乌斯案里大侦探若隐若现的身影让负责调查的红手套有所察觉，或者兼而有之？克莱恩思索着自己曾经留下的痕迹，大致有了猜测。他并不怕夏洛克·莫里亚蒂被黑夜教会通缉，登上悬赏令，反正除了联络几个熟人，这位大侦探不会再出现了。他担心的是被人发现早期的夏洛克·莫里亚蒂和克莱恩·莫雷蒂很像，从而追查到死去的前职业者。其实就算发现了也没什么，我已经不是当初的小丑魔术师，想找到我的半神也不是一个两个，即使再加上教会的高级执事，问题也不会出现质变。而且班森、梅丽莎是真正的普通人，教会肯定不会牵扯到他们，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不知道会不会把抚恤金给收回去。应该不会，这没法向普通人解释。克莱恩债务多了反而不发愁的想着，这也就是他昨晚听到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点出他克莱恩·莫雷蒂的身份时那么淡定那么平静的原因。因为很早就与夏洛克·莫里亚蒂有过接触，且擅长命运相关能力的序列1天使，怎么可能发现不了这位大侦探原本来自哪里？即使有灰雾阻隔，干扰了很多细节，威尔昂塞汀也肯定能知道夏洛克·莫里亚蒂属于廷根。而在廷根时，克莱恩有接触过一位怪物途径的少年阿德米索尔，让对方眼睛流血。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只要掌握了这个情报，两相比较，答案就出来了。要是伦纳德真查出来夏洛克·莫里亚蒂的隐藏身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克莱恩自嘲一笑，走出主卧，下至2楼，享用起自家厨师精心准备的早餐。西区国王大道2号王国博物馆，克莱恩带着管家瓦尔特和贴身男仆理查德森通过验票口进入了里面。这次展览是鲁汶王室举办的，他们将立国以来各种有历史意义的藏品拿到外界供公众观赏和了解，以提升王国子民对王室的尊崇和认可。作为历史系大学毕业生，克莱恩对这场展览还是颇感兴趣的，许多他非常熟悉的事件在这里都有相应的物品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让人沉浸入漫长又迷人的过往岁月。让克莱恩略感诧异的是，管家瓦尔特对大多数展品也有着深入的了解，非常细致的为道恩唐泰斯做了介绍。不愧是贵族家庭出来的，克莱恩暗自点了下头。走走停停看看听听中，三人不断遇上别的参观者，而整个展览大厅安静有序，只有低语交错。路过一个展柜时，克莱恩发现管家瓦尔特的脚步忽然停顿了一下，他随之往旁边打量了一眼，表情变得颇为复杂。因为不是观众，克莱恩无法解读那复杂情绪的具体含义，只能顺着瓦尔特的目光望向那个展柜前方。那里站着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30来岁，穿黑色正装，戴丝绸礼帽，拿镶金手杖，看起来是位有钱的绅士，女的着黄色长裙，戴金色项链，整体打扮偏艳丽。管家先生看的是那个男人，克莱恩于瞬间做出判断，视线不着痕迹地扫过了目标。他发现那位先生长相偏老，皮肤有经常暴露于太阳底下的黝黑之色，手背像是晒干的木头，指头极度粗糙。如果不看衣着打扮，说他是农夫、园丁、车夫，我都相信。克莱恩收回目光，心里有了点疑惑。他之所以能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他构建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时，有认真考虑过一位长期在南大陆冒险的普通人该有什么样的外表。他认为在丰富经历沉淀出来的眼神、气质和与生俱来的五官轮廓外，道恩唐泰斯必然要具备长期接受日晒的皮肤、不太显眼的伤痕、粗糙有力的手掌等细节，否则不足以支撑起这个人物的内在。不得不说，从成为无面人到现在，我对怎么构建一个新人物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有心得了。如果回到地球，哪怕没了非凡能力，也有演技这个强项。克莱恩自嘲之余，看见管家先生瓦尔特已恢复严肃正经的样子，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那位五官偏老、皮肤粗糙的男士则指着展柜内的惊奇道：“这是白蔷薇战争里
拉斯廷伯爵，哈罗德·奥古斯都王子使用的旗帜。很可惜，他死在了这场战争里。不过，他的死亡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我们鲁恩最终获得了胜利。你看，这旗帜上有他的血液。历史知识不错嘛？克莱恩用眼角余光扫过管家瓦尔特，想了2秒，露出笑容，靠近那对男女，友善的插言道：“没想到这么冷门的事情都有人知道。我原本以为人们对于白蔷薇战争的了解仅限于鲁恩战胜英蒂斯，获得了胜利。先生，你的渊博让我敬佩，被人当着女伴的面这么赞扬。”那位男士的表情一下从戒备变得放松，脸上洋溢起了略显自得的笑容。我只是喜欢了解历史方面的知识。他随意的扫了眼面前绅士的随从，眉头突的皱起，旋即舒展开来，残留着些许疑惑。果然和瓦尔特管家是认识的。克莱恩不动声色的笑道：“你好，我是来自迪西的商人道恩·唐泰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那位男士迟疑了下道：“威廉·塞克斯，一个庄园的执事。”